1907年，曹成章到南洋去募款，华侨都告诉曹成章说：“你缺钱，你去找孙中山要。”曹成章很生气，原来你孙中山搞了那么多钱都不交出来。孙中山想，剩下的钱是准备下一次起义用，就让曹成章、章太炎跟孙中山完全决裂。1909年的9月，曹成章发表孙文罪状，广骗营私、残贼同志、败坏革命名誉，要求同盟会的同志开除孙文的总理之名。之后，他就回到了东京，他要求黄兴一起。黄兴一口回绝。章太炎发表章太炎宣布孙文罪状书，孙中山也随即提出反击，同盟会到此宣告分崩离析。1910年春夏之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孙中山到美国募款，受到华父的蜂拥支持。另外，前保皇会许多人马投到孙中山麾下。对这一次的分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同盟会受到创伤，但实际上革命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期待。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我们的历史讲堂师徒之名系列哦。最近呢，我们一直在讲晚清的革命呢，跟这个朝局的变化。那我们之前讲了很多的革命啊，但是呢，革命呢也不是一帆风顺啊，总是会遇到瓶颈。而这一次的瓶颈啊，堪称啊孙中山革命事业以来呢，我相信可能是可以跟伦敦蒙难记啊并称的一个危机哦。怎么回事呢？革命党竟然分裂了，一闹啊闹了好几年，而且分裂的强度，甚至呢最终啊产生了2个各行其事的组织哦，而且分裂的干部呢都是最高级别的干部哦。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革命接下来该如何走呢？为什么革命会产生如此重要的分歧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啊，什么东西啊最是鬼见愁，就一个字，钱。所以到底为什么革命党也会为了钱来分裂啊？好，我们讲到历史啊，我们来欢迎谁呢？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是哦，学长，这一次呢，我们讲到革命的分裂啊，讲一下钱的部分哦。虽然大家都知道啊，钱呢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还真的是万万不能。所以革命也是等同如是啊。革命隔到现在啊，我们知道哈，清朝1911年即将受到辛亥革命的冲击啊，但是到了1908年的时候，革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低潮啊。好不容易在1905年组成同盟会，有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呢？好，1907年的年底，大概到1910年左右啊，是孙中山革命的一次非常重大的低潮，革命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而且这个分裂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成功为止，整个革命阵营都没有完全恢复，甚至余波荡漾到民国之后，章太炎这些人还是持续不断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些问题后来都对整个往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就要看说，为什么革命阵营会在1907年之后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分裂？分裂到什么程度？1909年的时候，梁启超写信给端方，其中有一句话叫"孙党内讧，难有作为"。这个时间大概是1909年的春夏之间。从梁启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站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革命党这个时候几乎是已经不成气候了，已经到这种地步，可见这打击有多大。那我们就要问分裂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在整个革命阵营里面就有许多隐含的裂痕，只是这一次让这些裂痕走上了台面化。首先，第一个就是同盟会组织上面的一个缺陷。各位，你看那个名字就知道嘛，我们过去的时候也花了不少时间在讲。我们叫同盟会，就大家结盟，对不对？它并不是一个有非常坚强的中央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中国各省在日本的留学生，再加上第一个跑出来搞革命的孙中山，大家一起在东京为了推翻满清而共同结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对不对？那你这同盟会既然是结盟的组织，那它就没有一个很强力的中央领导，只是因为孙中山首倡革命嘛，所以大家那时候就说好吧，我们就让孙先生来当我们的领导，否则的话这些各省的留日学生也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对不对？那其实在日本的革命组织里面最强大的，我们过去有讲过是光复会，因为江浙人到日本去留学的，有钱人又多但是因为一方面孙中山首倡革命，再加上华兴会的黄兴等人对孙中山始终力挺，所以才让同盟会开始有了一个中央的领导的结构。但这个结构始终还是非常松散。另外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光复会还是保持相当程度的自主性。简单说，光复会从来没有真正解散过。即使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之后，到1909、10年双方完全反目为止，这几年光复会的组织也都还是存在的就代表整个同盟
盟会内部的团结力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另外就是各派系的人物彼此之间有阶级啦、省级的不同啦、思想逻辑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哈，这都使得同盟会其实在推动许多工作上面是格格不入的哈，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就同盟会本身组织上的缺陷。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对未来国家的愿景跟目标诉求不一样哦。各位，兴中会的诉求非常简单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各位，什么是合众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孙中山早年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崇拜，或者说非常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对不对？所以对孙中山来讲，反满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终极目标。这个过去学弟给的一个名词蛮好，叫做功能性反满。孙中山本人跟满洲人，或者说跟满族集团，起码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或文化上的矛盾，但是光复会完全相反哦，各位，光复会的章太炎，他们这些人就继承了过去浙东学派的传统，一下子访就已经跟满人是到了你死我活这种地步啊，绝对不可能妥协。所以对光复会来讲，反满既是过程也是目标。至于未来反满之后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或中国在满清王朝推翻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其实章太炎等人并没有那么样一个很清晰的目标啊。章太炎甚至还有过主张让朱明王室重新复辟，我们再来搞君主立宪，已经到这种地步。各位你看看看，孙中山反满也反专制嘛，对不对？对。那章太炎甚至认为说，我们让出家人再回来当皇帝就好，跟孙中山的这种反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对不对？另外，光复会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蔡元培基本上比较不反孙中山，蔡元培比较倾向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体制哦，因为蔡元培比较有见识啊。那另外像华兴会，黄兴基本上是大力支持孙中山的哈，他对同盟会也比较有向心力，在两广地区的革命，黄兴都愿意身先士卒，甚至还有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带头冲锋，所以在未来的国家的愿景跟目标上，可以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哈。另外第三个就是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形态也有所不同。各位，孙中山到了同盟会时代，非常坚持一件事，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哈。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我告诉各位，章太炎甚至于蔡元培都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说平均地权反而是会让传统中国社会走向解体。他认为所谓的朱甸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之上。所以我们过去在讲革命派跟立宪派的辩论的时候，我们也有谈过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说，以平均地权这件事，不但会造成一种暴力没收的这样一个结果，让社会动荡不安，而且最重要的是会让传统的中国社会走向解体。其实光复会未来的社会形态，它只是 care 一件事，就是汉族本位主义。所以我们汉人当家就好了，其他的什么平均地权啊、民主共和这些，其实光复会都没有那么样的坚持哈。另外就是革命战略的分歧，这个会比我们刚讲都要严重。各位，孙中山主张的革命主要是在两广地区进行，就在两广进行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它背靠欧洲的殖民地，然后又可以就近得到南洋的华侨的阶级。所以孙中山认为两广地区的革命是最适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孙中山广东人，他对广东地缘人缘他都比较熟悉哈，所以他认为两广地区是发动革命理想的地区。可是这一点光复会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反对，其中最反对孙中山的两广地区为革命目标就是陶成章了。陶成章认为把革命的资源跟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两广完全浪费，因为这是边陲地区，没有什么价值。陶成章他是帮会的，对不对？他主要的势力就在上海、宁波、南京这一带，就长江下游嘛。所以光复会始终主张长江流域的革命，后来宋教仁把它命名为中区革命。陶成章认为说，我在长江流域这一带有很多的青帮的兄弟可以用，有现成的帮会组织可以用，而且上海啊、宁波这边又有很多洋人的殖民地，就满清政府在这里管束力量没有那么强，所以他认为说，你孙中山把钱把人都投到两广地区去，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哈。我们后面会看到陶成章后来攻击孙中山，甚至连蔡元培、章太炎都有这样的言论。就算你在广州拿下几个城市也没有用啊，事实证明是这样的啊，就你没有办法撼动全局嘛。对，所以光复会认为说，你继续把人力物力虚掷在两广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必须及早纠正啊。我告诉各位，1907年徐锡麟的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一次就干掉一个大员，奕匡的女婿啊，安徽巡抚恩铭，震惊中
中外。这些事情就让光复会更振振有词啊！你看你在两广搞那么多事，最多就干掉一个县长，我们一次干掉一个省长。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让这个地区的新军成建制叛变，这些都是你过去在两广地区搞了这么多次，没有一次能够成功的哈。所以陶成章等人就反对你未来在两广这边继续搞哈。当这些战略问题或者对国家未来的愿景的问题，这些都是原因啦。但是分裂总是要有一个引爆点嘛，对不对？是这个引爆点就即将在1907年之后就爆发了哈。我补充几个啊，第一个是华兴会的态度。华兴会前期黄兴是不动摇的领袖，因为黄兴第一个他本身年纪也是比较年长才出去留学的。另外一方面，黄兴他本身有一种领袖的气质啊，据说跟黄兴混在一起都觉得跟他混特别的仗义舒服啊。黄兴确实是这样啊。黄兴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比较早过世，他几乎是身无长才啊。对，可以知道黄兴这个人，他真的是个仗义的兄弟啊。虽然他确实也是读过书，都是他的性格所致。所以在黄兴还坐镇在东京的时候，基本上所谓的两湖人士啊，是非常以黄兴马首是瞻的。那黄兴有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啊，非常年轻的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呢，长得一表人才，很帅啊。有人说他是明初4大帅哥、几大帅哥之一，每次都会提到他。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他活动力非常强。然后呢，他是属于五边形战士哦。两湖人士本来就很敢拼敢杀，我们也知道从湘军起来了之后，两湖这边啊，民团这种风气就很盛嘛。另外是什么呢？他的脑筋非常好，所以宋教仁就慢慢的在革命一众大佬中，当时才20几岁而已哦，就渐渐成为当中的骨干成员哦。这时候大概24岁左右而已。对，那等到黄兴长期就是追随孙中山跑到了云贵两广这边去革命的时候，其实留守在东京本部的宋教仁的重要性就大幅上升了。可是呢，宋教仁开始也出现了对于孙中山战略想法上的变化，因为前期当然是支持大哥啊，可是几次战糊弄下来没办法成功之后，宋教仁也出现一些新的想法。他看到了光复会这一些人的主张的时候，他有所松动跟转变。事实上，他就开始在准备投入中区革命的部分哦。所以在他的带动之下，本来3个会嘛，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能够整合在一起哦，地域性质就很明显，就受到一个偏转。光复会的声音就开始增加，因为宋教仁的态度的转变。而且还有一个点哦，在日本的留学生哦，华兴会人最多，因为到日本留学比较便宜啊。那两湖的经济状况就不落江浙的状况啊。另外文风也有差别嘛，因为江浙这边哦，就近就有上海啊各种，所以他们要接触西洋的事物那太容易了哦。可是两湖就是内陆地区嘛，虽然到了清末的时候啊，长江的轮渡哦，大量的都是西方人在经营，但整体来讲呢，它这个背景是这样。那另外这一种对于社会形态的分歧，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了，就是各省份的经济差异也是很明确的。江浙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非常好，水利啊、土地啊各种都非常好，有非常肥沃的手工业也很发达的地方，所以它变成什么？它的单位生产力很强，而且早期又比较早接触这个西历，所以在这边呢，其实从宋代以来，它的租佃制度就非常的发达，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社会的背景脉络。那相较于来说呢，两湖地区是以小自耕农为主。那小自耕农呢，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是小自耕农其实它的生产力很有限，它抵抗天灾，它生产的强度都相对是比较弱的，所以它必须要聚族而居吧，然后有宗族的力量。可是整体来讲，它就没办法形成非常发达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嘛，这个市场经济的代表啊。所以在这样的差异，另外呢，我们看两广，两广就是4个字就解决，山多田少。所以两广人士呢分的田土啊，耕种当然是一回事，但两广人很早就出海了嘛，尤其是广东人。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大家要有个地，要什么地要住嘛。所以社会形态的不同，其实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我们要了解，到了今天的工商社会，甚至可以这么直白地说，中国完全转型成一个工业型的强国，也不就这20年而已。所以在这个此前呢，你还是要用那个很农业社会的逻辑去思考。所以这一种对于社会形态的未来的这种矛盾，是根植于他们的生活跟核心的这个意识形态，那一种是很难以去调和的。所以这种难以调和，也形成同盟会这个天生上这些的弱点啊。这边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样你才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会不合到这种程度，完全不能讲。因为今天的人不会啊，今天人讲不通，我们可以搁置争议嘛，创造双赢嘛。可是当时为什么明明搁置争议，革命继续下去对大家都是好，可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有所转换？就是因为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形构上，跟这一种家乡的生活背景是很高度连结的，使得这种省域之见哦、地域之见，其实到了近代
都还是非常严重哦。但是随着社会的生产力透过工业化的平均之后，它有所改变跟改善嘛。但是回到20世纪初的那个 moment， 你就可以想象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哦。当然，刚才学长提到一个很关键嘛，总是要有一个引爆点嘛。学长，什么事情点燃了汽油桶？好，我们知道到了1907年，孙中山在两广地区还有云南的起义都失败。各位还记不记得，孙中山在1906年的时候，曾经信心满满对党内同志讲，他说不出3到4年，必可颠覆满清朝廷，对不对？结果是你搞到现在06、072年，甚至到了08，已经2、3年过去，你不但没有颠覆满清朝廷，没有真正在国内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后来还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就是我过去有讲过，在那个云南起义失败之后，连在河内的同盟会河内总部竟然都被法国殖民当局给取缔了。对，这是一件大事，这代表孙中山这几年在两广跟南洋的经营付之一炬。那这件事情就让当时党内，尤其是前光复会的人马，开始对孙中山有各种冷嘲热讽啊。尤其是章太炎跟陶成章啊，他们当时就开始在日本、在南洋的刊物上面陆续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开始对孙中山的策略跟孙中山的领导提出非常大的质疑哈。后来到了1907年5月到6月的时候，同盟会内部除了光复会之外，还发生过一次内讧，就是革命旗帜的问题。其实孙中山一直很怀念一个朋友，就是陆浩东。陆浩东是为了他的广州起义牺牲了。孙中山始终主张同盟会的旗帜要用陆浩东他手绘的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的军旗嘛，是黄兴反对啊。黄兴他所代表的两湖地区的人士，其实他们当年在华兴会的时代也有一面属于自己的旗帜，就是各位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历史上称作叫景志旗。这件事情让黄兴相当生气。黄兴认为说，如果未来要在中国举行革命，应该要有一面新的旗帜。他认为他的景志旗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武装起义当中使用过，应该要用他的景志旗比较好。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有点意气之争了，对不对？甚至于黄兴曾经一度在1907年的6月扬言退出同盟会，说认为说孙中山专断独行，连使用的旗帜都没得商量啊。两个人吵得非常厉害，一直吵到这一年大概6、7月，才在蔡元培的居中协调之下，后来黄兴就让步妥协了，就使用青天白日。但是我告诉各位，其实也没有完全妥协，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各省的革命军都用不一样的旗帜，对，这也代表同盟会内部一个松散的结构，具体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来。这旗帜的事情还是小事啊，最多只是让华兴会的人马有些不爽，像蔡元培也扛不认了，这时候认为孙中山太过专断独行了哈。不过真正严重的事情是在于，当河内总部被抄掉之后，章太炎跟陶成章就站出来质疑孙中山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同盟会这几年的经费到底该怎么分配。我们知道孙中山这几年大部分人都在南洋，他比较少到东京。那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尤其是《民报》的初刊的运作，主要就是章太炎在维持。那在1907年11月，当时章太炎就问孙中山，他说我们的同盟会的总部以及《民报》难以继续运作，因为没钱。他要孙中山，你把你在南洋所募到的款拿一部分出来支持《民报》再办下去啊！就孙中山跟章太炎直截了当讲，我现在也没钱，我剩下的一点钱是准备下一次在两广地区举行起义用的。这件事情让章太炎非常生气，章太炎甚至气到什么程度？在这一年12月，章太炎愤而辞去《民报》一切职务，然后退出同盟会中央的运作。这件事情就让整个光复会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间的纷争开始白热化。同一个时间，1907年底，差不多12月，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款。其实陶成章在南洋募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章太炎跟他讲，我们现在都没钱了嘛，我们跟孙中山要钱，孙中山也说没钱，那不如我们自己去南洋募款算了啊。但是陶成章很皮啊，他到南洋去，他以光复会的名义去的。各位你可以想想看，孙中山看了怎么会爽嘛？在到南洋之前，陶成章还特别告诉孙中山一件事，希望你引荐南洋地区的华侨社团给我认识。结果孙中山心里面是很不高兴啊，他认为光复会不应该独立募款，所以孙中山对介绍华侨社团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意兴阑珊哈，基本上就没有介绍什么社团给他认识，就让陶成章这一次到了南洋之后，搞了3个多月，收获甚微啊。根据陶成章后来的讲法，他找到一些南洋的华侨，就华侨都告诉陶成章说，孙中山告诉我们说他要革命，说明我们已经捐钱给孙中山啦。
那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再捐第二次给你光复会，甚至于直接告诉陶成章，如果你缺钱，你去找孙中山要好了。这让陶成章很生气，原来你孙中山搞了那么多钱都不交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孙中山跟陶成章的纷争也台面化了哈。另外就是1907年的秋天啊，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由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担任南洋支部主任。这件事情当时也是敲锣打鼓，声势搞得非常浩大。这件事情就让陶成章更不爽。你跟我说没钱，结果你在南洋又搞了一个自己的局面。当时章太炎甚至于还质疑孙中山，你是不是东京的总部你已经不想要了？这件事情就让陶成章跟章太炎可以说几乎爆炸了哈。开始对孙中山发表激烈的攻击啊！就在隔年1908年的春天，陶成章跟孙中山陆续公开表达致孙中山的公开信，要孙中山把这几年，就从1905年之后所有募款的账目全部公开，并且告诉所有的同盟会的会员，你这几年你的钱是怎么用的？那如果还有剩的，必须缴纳归公。就孙中山1908年初的回忆说，我这几年的钱都用在武装起义上面。当时直接就说章太炎跟陶成章对我的指控并没有根据。但是这件事情，即使孙中山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让光复会的怒火稍微压下去。各位简单说，为了钱的问题，完全决裂了哈。陶成章在1908年9月发了一篇文章，叫《光复会由来已久》，所以他等于是告诉南洋华侨，以后我跟同盟会没有什么关系。孙中山要募款是孙中山的事情，我陶成章领导的光复会是我陶成章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月，1908年的10月，章太炎给孙中山下最后通牒，要求孙中山给予经费的支援，就是说东京这边的总部已经运作不下去。孙中山的回应也非常干脆，4个字：爱莫能助。1908年10月，孙中山这一个说明就直接让章太炎愤然公开宣布，从此之后退出同盟会。我跟孙中山彻底决裂，制定了年谱里面他就有讲过他说焕清至南洋归，焕清的是陶成章至南洋于方讲学，焕清一言，亦先南语图示，就是我们跟孙中山没有办法再继续合作下去了啦。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各位看到没有？江上就是我们要在长江地区搞才对嘛。示意在同盟会先，周二夜分设光复会，于诺之同盟会人亦有负责。这件事情就等于是章太炎跟陶成章两个人，就等于是重新再搞了光复会。从此之后，跟孙中山的系统的人马就完全脱离关系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跟陶成章和章太炎的脚步也不完全一样？谁呢？蔡元培。蔡元培还是认为最好同盟会不要分裂，对，所以蔡元培最后还是回到了挺孙挺黄的这样一个脚步上面去了所以也等于是光复会本身也分裂。同盟会有部分认同光复会主张的可是呢，也有一些人的想法也在逐步改变。他可能不认同光复会独立出去运作，但是呢，他也认为说该改变一下革命策略。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宋教仁，宋教仁到了1908年之后在整个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的领导能力是越来越强，而且还有一个点让他心里面有一种低囊跟不满，就是在1907年为了这个旗帜吵架的时候呢，他觉得孙中山不尊重他大哥那另外一边他也觉得孙中山你太过于刚愎自用，他的领导风格不认同。不过整体来讲，宋教仁并没有随着光复会出去闹事但他就是逐步的在东京同盟会这边建立了自己的步伐跟自己的团队，逐步来运作接着事情就更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闹到直接退群了。那退群下一步是什么呢？当然就开炮啦，开炮开一半事情没办法办，当然要把它开炮开完接着到了1909年9月跟11月3个月当中，同盟会的分裂来到是最高潮。这个光复会里面的倒孙派也是全部出击对，没错，基本上08年到09年，大概有差不多1年多，快2年的时间，整个革命事业是停顿。各位还记不记得这时候满清政府在干嘛？满清政府在选咨议局议员，然后准备要在立宪，对不对这段时间刚好就是梁启超说的，这个时机其实对立宪派比较有利。在1909年的9月到10月，我们知道前面光复会已经宣告独立了嘛，独立之后当然就更不客气了过去大家都是同党同志，可能还顾及一点颜面，就干脆就撕破脸了，讲话非常难听陶成章在1909年的9月，川广湘鄂浙闽7省同志发表一篇文章，叫《孙文罪状》，里面列举孙文的罪状3种12项非常难听，包括谎骗营私、残贼同志、
败坏革命名誉啊。简单讲就是你孙中山把钱全部搞你自己的事情，然后让同志做无谓的牺牲啊，而且你孙中山乱搞的结果是让整个革命党的名誉都受损。提出善后办法9条，他说要求同盟会的同志这时候起来，大家一起造反，开除孙文的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骗告海内外。当时最大的指控是说，孙中山他以个人名义在香港跟南洋的几间银行当中有存款20万银元，各位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另外他还说孙家人在香港跟美国购置房产，但是我公平讲，这有人考证过，其实孙家人过得并不好，并没有什么钱。那这件事情就让孙中山当然相当难过，但孙中山也立刻采取反击哈。朱元璋他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哈，他就回到了东京，他直接去找黄兴，他就要求华兴会跟我们一起把孙中山拉倒。但我们知道黄兴是孙中山的铁粉，所以不太可能，对不对哈？黄兴一口回绝，结果这件事情让陶成章很生气啊。陶成章甚至于就是离开东京之后，还跟同党同志讲，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黄兴这么袒护孙中山，甚至还加了一句黄克强真不可理解啊。但是有一个人绝对会跟着陶成章一起反孙的，谁呢？章太炎。章太炎后来就在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章太炎宣布孙文罪状书》，你看就罪状哦，各位啊，而且还把它加印成专号，分送到南洋美洲各地哈，攻击孙中山，说他怀辖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实不及一。其实我们平心而论，这个说法也不公平啊。孙中山这几年在两广是真的搞革命啊，你买枪买炮找人都要钱嘛，是不是？另外，《民报》的首任发行人张继也开始出来要求孙中山，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整个组织团结的障碍，要求孙中山你干脆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从此之后隐退就算了啊。连番巨大的舆论攻击，可以说声势浩大，一度让孙中山的领导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啊。当时整个东京的前同盟会系统可以说是完全彻底分裂，大部分的光复会的人马也都脱离了同盟会啊。孙中山也随即提出了一些反击，主要是为了稳住舆论嘛。孙中山当时就叫在法国巴黎的同盟会会员吴志辉一向跟章太炎不合，当时吴志辉在巴黎放了一个革命刊物叫《新世纪》啊，《新世纪》的创刊号上面就有专文把孙中山提供的资料登上去，就是从1905年的10月之后，所有的孙中山在南洋募款的款项以及收支状况、经费的用途都加以列表说明。最后，吴志辉他就代表在东京地区的同盟会员，我们完全相信孙中山的人格，也认为孙中山为了革命有巨大的牺牲，革命还需要孙中山继续领导。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在欧洲另辟战场嘛，对不对？另外，吴志辉后来又在北美跟南洋的几间华文报纸里面陆续撰文，哇，这个打击更大。他声称章太炎曾经接收铁粮黄金200两的支持啊，其实这个我们今天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啦，只能说是内部斗争之下的一种说辞。然后啊，前兴中会的笔杆，包括我们之前讲兴中会3小强嘛，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纷纷撰文质疑章太炎。他们的证据是说，章太炎跟满清政府的要员，像端方、肃亲王善祺等人，都在私下通信啊。各位，这些信后来章太炎都把它公开了。其实章太炎主要的这些满清的要员讲，你们最好的办法不是搞什么立宪，你们就退回满蒙建国。其实他主要是在讲这个，可是在当时一般人不知道啊，就想说你章太炎到底跟满清政府这些人在谈些什么？所以当时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这些人就质疑你章太炎根本跟满清政府是勾结的，你是满清政府的密探，你是阴谋的分裂革命阵营。另外还有一个人跟章太炎也不断在通信，谁呢？张之洞。我跟你讲，张之洞、张老中堂根本看不起大部分的革命党，认为这些人都是不读书，只会造反作乱。他唯二看得起的人有2个，一个就是章太炎，一个是蔡元培。我们今天看到的记录，就是在张之洞的文集里面有收录了。他主要是跟章太炎讲哦，你们这些人都是读了书的人，回来跟我们搞立宪，不要再革命了。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讲意见交换啊。但是汪精卫这些人就把他打成你根本跟满清政府勾结，也让章太炎有理讲不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华兴会嘛，黄兴始终力挺孙中山哦，他是最早质疑。当时黄兴在1907年底之后，他就质疑过你章太炎是不是跟张之洞、端方、善祺这些人都有所勾结。等到1909年双方彻底翻脸之后，黄兴也在东京公开的发表过演说，他就质疑你章太炎根本就心不在革命，你根本想接受满清政府的一官半职，离开革命阵营，所以你才会
会这样无的放矢攻击孙中山。但是这些攻击其实都没有什么结论嘛，唯一的效果就是让同盟会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到此基本上大概已经宣告分崩离析了，我们可以这样讲。好 ，OK。当然，这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结果。首先，整个革命势力的大分裂，光复会系统是整个撤出了同盟会，连总部都不要了哦。而且光复会玩到什么程度呢？我就在东京宣告我重新起立。而且呢，当时因为吸引了一部分同盟会的会员啊，注意哦，这些同盟会的会员有一些是后来三会合并之后，因为三会合并之后，实质上兴中会跟华兴会就没有再运作了，他们是真正的把它合并进去。那光复会呢，以私人的形式持续有在运作，但大体来说，大家竟然都叫同盟会员，所以这些同盟会员呢，当中不少哈，就跟章太爷、陶存昌就出去了啊。那这个就直接造成了河属东印度啊，因为大家知道，在河属东印度有非常多的华人哦，所以他在南洋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士哦。那这些人士为什么会被松动呢？其实是当年的陶成章去募款啊，他是一无所获啊。但是到了河属东印度的时候呢，这里有不少是参加过孙中山所在两广云南这边起义所谓的南洋的华侨人士，他们后来退回来啊，纠正嘛，结果孙中山就跟他们一定程度上断联，他们很不满，他说：“你就把我放生哦。”结果陶成章一去啊，哎呀，瞬间结合就被陶成章给收过去。所以最严重的就是李谢和，他后来在河属东印度就成立了光复会的南洋总部。这件事很重要，这完全打对台，因为传统上同盟会在南洋的力量哦，就是过去兴中会的人脉嘛，以两广人士为主，因为出海多嘛，结果竟然被在长江下游的两浙人士为主的光复会给收去了。而且这李谢和本身两湖人士啊，因为他跟黄兴呢是关系非常的密切，但黄兴又大力支持孙中山，正因为黄兴这个人的存在，也调和了看似非常分裂的同盟会跟光复会之间的态势哦。但是事实上，南洋总部这个地方，虽然李谢和主持会晤，确实一度哦跟同盟会是完全打对台哦，人说哇，这个革命变成两个分会哦。可是整体来讲，并没有闹到火拼激烈争斗的程度，这也反映了当时同盟会分裂的一个样态。就它虽然分裂，各自为政，但并没有各自攻伐啦，大家还是以革命为目标，只是就散成了多个小团体。过去可能同盟会一发命令，然后大家就去执行，这个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各自发展的状况。但是呢，比较像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哦。但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光复会确实一时发展风光无限，非常的厉害啊。那另外啊，讲到孙中山的状况啊，像孙中山在这个时候心情想必很难受吧？对，你想想看，这几年革命都失败，到南洋募款又被陶成章这些人来竞争，然后陶成章跟章太炎这几年又不断的炮口向内。我们知道章太炎其实是有号召力的，因为他在学术界有声望。那陶成章底下就有很多兄弟，他过去在日本东京也拉拢了很多留学生，这个对孙中山的声望，还有他个人这几年所努力建立的人脉，都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根据宫崎滔天的回忆录叫《33年花落梦》，花落梦里他就讲到，他说1910年的春夏之间，孙中山要到美国去募款，为什么他不到南洋募款？南洋已经搞成那样啦，想想看，你要是华侨，你还敢给钱吗？而且当时陶成章这些人说孙中山污钱嘛，所以导致孙中山在南洋地区就暂时不方便活动啊。所以孙中山就说，那我们就到北美去募款好了。就孙中山出发去北美之前，见到了宫崎滔天，根据宫崎滔天的回忆，从来没有看过孙中山有如此痛苦的表情，而且精神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感叹。最后他告诉宫崎滔天，他认为同盟会的行动到此已经失败，直接讲同盟会已经完蛋，你就可以知道这几年对孙中山的精神以及他的革命斗志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不过还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啦，为什么呢？因为孙中山到了美国之后，转往北美各大唐人街，就是所谓的华埠嘛，去进行募款，东西两岸都有啊。在西岸当然就是旧金山跟洛杉矶，不过那时候旧金山是大城啊，洛杉矶还没发展起来。在东岸的话，主要就是纽约，在这些地方募款以及接触各华人的堂口，非常受到华埠的蜂拥支持，所以他很快在北美短短1年之内就颇有收获，不但募到了不少钱，而且又吸收了许多的同志啊。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件事，过去还有一批人在北美是有相当的势力的，就是康有为所领导的保皇会。保皇会在北美是有总部的哦，各位，而且就设在华府哦。不过康有为这几年导致在海外没有太多的活动，我们知道康有为后来就在海外享福了，主要活动是在东京的梁启超嘛，对，而且梁启超后来也不太喜欢讲保皇2个字了，因为光绪皇帝都快疯了，我们还保什么皇，对不对？立宪比较重要，保皇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孙中山到了北美之后，刚好就接到了这个缺口，就是保皇会走向没落。因为保皇会这些人虽然是保皇，但是他们也是希望中国改革。就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这些前保皇会的系统的许多人马，就反而投到了孙中山的麾下，所以使得同盟会可以说失之东
与收之桑榆嘛。虽然说在南洋地区的声望受损，但却在北美地区重新建立了庞大的组织，这个对未来整个中国革命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我们知道，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的时候，孙中山仍旧在北美，我后面会看到哈。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其实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啊，就是革命的去中心化。对，就革命本来所谓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嘛，那意思是什么？就是所有的革命分子、革命党人都是同盟会的兄弟，大家一起来干。可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重大的转折，像整个去中心化又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哇，这去中心化很重要啊！所以各位有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得好，叫"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几年同盟会闹成这样，大家都觉得大概没什么希望了，连梁启超都认为孙中山难有作为，但实际上结果却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候中国革命在发展上面也算是走到了运气之上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学弟讲到的同盟会的去中心化。1908年的夏天，应该是7月哈，日本政府因为受到满清政府的压力，当时满清政府不断的向日本政府抗议，说你怎么一直在东京包庇这些造反的学生哈，所以当时日本政府就通知同盟会，你们不能够再公开活动了。所以同盟会就在这一年的1908年的8月转入地下。但是各位，当时满清政府要求日本把造反的人抓起来引渡回中国，这一点日本人倒是没有照办。所以同盟会虽然转入地下，但实质上还在运作哈。各位，我们前面讲的同盟会已经非常涣散了，对不对？不过还好，这时候有一个很年轻、很有才华的人出来接手同盟会东京总部的会务，在1910年之后啊，逐渐的崭露头角。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宋教仁。所以简单讲，本来同盟会里面光复会势力很大，光复会退了之后，反而有个好处，就让同盟会在东京的力量单纯化了，由前华兴会的人马接手了东京的会务，等于是这样哦。宋教仁当然除了长相英俊之外，口才好，文笔好，对不对？本身很有行动力，这一点还跟孙中山很像，他不是讲讲而已，他会抓住形势，修改整个革命的策略，而且具体的加以实践啊。宋教仁接手会务之后，但短短几个月，基本上到了1910年的秋天、冬天之后，整个同盟会的会务又活络起来了，而且焕发出新的朝气啊。另外就是过去分散在中国各省的同盟会的附属团体，这时候因为同盟会在这几年比较涣散，他们各自为政啊，但是各自为政的结果反而让他们放手去干哦，在各省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其中最重要的是东京留学中国的青年军人所建构的组织，两个最具代表性，第一个就是湖北的文学社共进会，文学社共进会全部都是湖北的留学的军人，对，张老中堂花钱让他们留学，然后他们进了东京的军校，读完之后，现在陆续回到湖北办新军。他们本来在东京大部分也都加入过同盟会，但他们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次级小团体啊。其实文学社共进会有点像什么湖北留日军人同学会，有点像这样子啊。结果后来同盟会这几年暂时没运作，那我们只好自己运作，对不对？反而让文学社跟共进会非常的活跃，而且吸收了大量新的会员，都是青年军人。他们回到了湖北之后，他们的会务继续在运作。不久，短短2-3年之后，就成为武昌起义的核心力量。我们可以这样讲。另外就是同盟会的战略也发生改变。宋教仁主持东京的会务之后，我们知道宋教仁虽然他跟孙中山是有些意见，但他始终还是认为同盟会必须要团结，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宋教仁他认为过去光复会的主张也不是完全错误，其中最重要一个，就我们前面也提到，中区长江流域的革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时候他开始用两湖地区的人士。不过他跟光复会还是有点不一样，光复会认为未来的革命应该在长江下游，就是在今天的浙江、江苏这一带。那宋教仁他们等人认为说，就在两湖嘛，我们都是两湖人，对不对？这边的人员地缘我们最熟，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人就开始成为两湖地区改组后的同盟会很活跃的人士。首先第一个，湖南人谭仁凤，湖北人居正。居正后来就成为黄兴的副手，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谭仁凤、居正等人专注发展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宋教仁在1910年的年底指示谭仁凤潜回国内，开始整合湖北的军人的革命团体。各位，这非常重要。短短不到1年，辛亥革命就发生，这对后来的整个革命有非常决定性的影响。另外，1910年的7月，重整的同盟会就在宋教仁的领导之下，在这里开了一个11
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的会议就在东京啊。在这场会议当中，宋教仁正式拍板定案，未来革命的重点就在长江流域。我们精准一点讲，在长江中游，就是两湖地区。我们的两湖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当然就是武汉三镇嘛。各位，一个武汉三镇，汉口有5国租界，有去过的朋友就知道，汉口的江汉关非常完整的保留了各国的租界，那里是革命的温床，对不对？再加上张之洞在那边办教育，又有大量留日的已经被洗脑完成的军人在那一带活动，所以各位，这一次的分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同盟会受到创伤，但实际上革命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是值得我们期待的。OK， 所以最后我们就用一句话来讲，虽然同盟会的革命派的整个分裂呢，导致了互为拮抗啊，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跟攻击啊，但是呢，因为本身彼此不是内部互相冲突，主要是意见上的不同，所以他们变成一种各自竞争的关系啊，却互相的呢作为最后成就，反而加速了革命的成功啊。这个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就是说同盟会分裂，结果搞到最后是导致清朝死得更快哈，变成松绑了，对不对？我想清廷大概想一想说，哇靠，我也这样也中枪啊！你们都分裂了，梁启超才在说，哎呀，这个孙党完蛋了，对不对？才在庆幸说我们立宪派有机会啊，结果没想到杀了一个回马枪。我想这个是当初啊，整个立宪派、保皇派啊始料未及的一个状况，真的是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是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把它梳理啊，你大概很难清楚整个发生的过程啊。OK， 我想今天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啊，哈。那最后还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最大的完整版的话呢，请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会员都有超级完整版哦，你可以呢看到呢更多的故事的细节啊。那加入会员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哦。那我们也会有花絮，所以会员现在福利多多哦。那另外呢，还是要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然后超级感谢、超级留言留下你的意见，让我们看到更多，也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资源可以去做下去。也欢迎大家可以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给我们更多的粮草，让我们的节目会更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期待下一讲相见喽，拜拜。拜拜。